诉讼好手克鲁兹为德州案高院辩护，宾州州长确诊得中共病毒，在家隔离。民主党众议员染中共女色面临撤职，却得到佩洛西袒护。前特种部队军官警示，川普阵营谨防虚假信息战，被质疑野狼入室，特鲁多训练中国军队冷战。7号深夜，德州总检察长肯·帕克斯顿在最高法院提诉，控告4个摇摆州在大选中违宪后，川普向参议员克鲁兹发出邀请，若最高法院受理此案，请他出庭辩论。克鲁兹欣然同意。克鲁兹的女发言人劳伦·阿隆森9号向华盛顿观察家证实了这个事情。另有美国媒体报道说，川普问克鲁兹是否愿意对此案进行口头辩论，克鲁兹表示同意。其实，在德州向高院提出上诉的2天前，克鲁兹就在福克斯新闻和社交媒体上对外宣布，如果美国最高法院同意受理，他愿意为宾夕法尼亚州大选违宪案件进行辩论。针对宾州的诉讼，他在推特上表示，由于该州涉及的法律顾问的重要性，我已经公开敦促最高法院听取由国会议员麦克凯利、国会候选议员肖恩·帕内尔和州议员候选人旺达·洛根提起的诉讼案。该案质疑该州总统选举违宪。他说，我们需要解决在全国各地看到的严重分歧和敌意。我相信最高法院对美国人民负有责任，在其权力范围内确保我们的法律和宪法被遵守。谈到克鲁兹的法律经验，克鲁兹拥有普林斯顿大学学位和哈佛法学博士学位，是德州史上任职时间最长的德州副检察长，而且深谙美国宪法。克鲁兹在2013年加入国会参议院之前，在最高法院进行过9次辩论，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以德州副检察长身份辩论。克鲁兹为宾州的自告奋勇，当时还在网络上获得大量称赞和热议。有网民说，泰德·克鲁兹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好样的。也有的说，这才是政治人物的正确行为方式，为国家利益尽力 That's his best， 是真英雄。还有网友说，他是真正的保守派，真正的基督徒，真正爱美国。他也一直很忠心支持川普，是一个值得敬佩的保守派人士。这样的人给了我一些希望。有的说，泰德·克鲁兹参议员逻辑与口才特别棒，人品也正直，深明大义，是非感强，逆境见真情，疾风知劲草，克鲁兹了不起。有一位网友说，越来越精彩，英雄辈出，千古风流人物，我们在见证这个时代。德克萨斯州发起的诉讼影响还在发酵，截止到周三晚上，已经有19个州加入了德州起诉4个摇摆州的诉讼阵营。川普总统律师爱丽丝在推特发出声明表示，川普总统以美国总统连任候选人的身份参加到德克萨斯州针对宾州等4大战场州的诉讼。爱丽丝说，川普总统完全致力于确保选举的完整性，并履行他的誓言，捍卫和保护美国宪法，防止州政府官员的不当行为和违法行为，对这次选举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另外，遭到起诉的宾夕法尼亚州的州长民主党人汤姆·沃尔夫12月9号表示，他的中共病毒检测呈阳性。他发表声明宣布自己确诊，说8号刚接受中共病毒的例行测试，目前在家隔离。仍坐在众议员情报委员会席位上的民主党众议员埃里克斯沃维尔跟中共女间谍有染的消息曝光后，引起很多议员对美国国家安全的担忧。参议员里克斯科特12月9号致信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呼吁让斯沃维尔立即卸任。他说，埃里克斯沃维尔不应该在众议院情报委员会拥有位置，他花了数年时间宣传俄罗斯的虚假信息，以推翻总统，而实际上他只是中共政府的马前卒。让这个事件成为所有美国人的教训，我们必须对共产主义中国构成的威胁睁开眼睛。斯科特在给佩洛西的信中说，为了保护国家安全，我敦促您立即把斯沃维尔代表从众议院情报委员会的席位上撤职，绝不允许任何接触我们国家最高机密情报的人与中国共产党保持联系，特别是考虑到习近平总书记正在积极致力于破坏和损害美国利益。我们都必须把这看作是一个教训，中共将不惜一切代价推翻美国作为世界超级大国的地位。众议院少数党领袖凯文·麦卡锡也持有相同的观点，他甚至质问众议院议长佩洛西，为何埃里克斯沃维尔这样的人可以进入美国最高情报机构。他说，
斯沃维尔不仅应该把他从情报局撤出来，还应该把他从国会撤出来。但斯沃维尔得到了议长佩洛西的包庇。佩洛西发言人在向新闻媒体发表的声明中说，议长对斯沃维尔议员在国会和情报委员会的服务充满信心，还说预计明年1月国会下届会议开始时，斯沃维尔仍继续担任委员会职务。斯沃维尔得以参加参院情报委员会，就是佩洛西2015年任命的。该委员会领导对川普总统的通俄门调查。白宫新闻秘书麦肯纳尼在一份声明中说，4年来，川普总统被指控是俄罗斯特工。绝对令人叹为观止的是，受外国势力控制的实体是包括埃里克·斯沃维尔在内的民主党人。民主党人一直在指责他们一直在做的事，这绝不是俄罗斯和共和党人，而是民主党和中共。其他议员也加入麦卡锡的行列，敦促斯沃维尔撤出委员会或辞职。众议员道格·格林斯在推特上说，他应该立即从众议院情报委员会辞职，我们的国家安全危在旦夕。众议员里克·克劳福德补充说，作为众议院情报特别委员会的成员，斯沃维尔可以访问高度机密的国家安全材料，他已经被至少一位中国共产党特工搞定，必须立即将其从情报委员会中移除。针对这次美国大选出现的特殊局势，一位前特种部队军官日前提醒川普总统的支持者和盟友们，他们正面临一场旨在分裂他们并分散其注意力的虚假信息战之中。这位要求匿名的军官向大纪元时报调查记者约书亚·菲利普表示，跨越两党的川普反对派策划了这场虚假信息战，以掩盖2020年总统大选期间发生的令人质疑的恶意行为。该官员说，反对派的目标从来不是总统职位，而是要从根本上改变这个国家。这位官员说，他们正在破坏宪法的效力，这就是虚假信息的危险，它分散了人们对真正威胁的注意力。这位军官说，在阿拉伯之春起义期间，为了使中东地区政权更迭而使用颜色革命战术，现在在美国也被用于同样的目的。这位军官警告说，颜色革命是一种影响政权更迭的政策。我看到实际上发生的是马克思主义叛乱，这场叛乱正在利用颜色革命影响政权更迭。这位军官谈到，奥巴马花了8年时间，将他的政治盟友全部安插在机构中，创造了一个由媒体和暴徒支持的地下政府或影子政府。他说，地下政府是政府的内部元素，我们已看到他们如何反对总统，如何试图弹劾他，媒体是外面的辅助者，此外还需要一支真正的游击队。他说，如果我们认为那只是安提法组织和 BLM 运动，那就错了。这些运动中都有专业的革命者。中国间谍在美国搞渗透，在加拿大情况同样令人担忧。据 The Gateway Pundit 网站报道，加拿大右翼的政治和社会评论媒体网站 Rebel Media 已获得的文件证明，加拿大特鲁多政府在加拿大军校和基地帮助中共军队进行冷战训练。Rebel 发出请求，获得有关加拿大派遣代表团庆祝201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成立70周年的信息时，他们获得了一份被编辑过的文件，但是该文件未被正确编辑，被涂的文字仍清晰可辨。他们没有将加拿大政府打算隐藏的34页文件中的敏感部分涂黑，而是将它们涂成灰色。弄巧成拙的是，他们的错误突出了重要的信息。这份秘密文件显示，美国方面反对加拿大训练中共军队的决定，但加拿大总理贾斯汀·特鲁多没有理会美国的反对，声称这只是川普政府反对，其他五眼联盟国家并没有表示担忧。此外，文件显示，特鲁多已经派遣加拿大军队到中国参加宣传展示。Rebel Media 创始人在一段视频中解释了他们的这份重要发现。他们指出，即使在中国这个充满敌意的国家绑架了2名加拿大公民康明凯和斯帕沃尔之后，加拿大政府还是选择了训练中国军人。感谢您观看希望之声 TV， 我是廷芳，节目由新培制作，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